如果有一天你那个看推理小说会念给你们听的牧羊人，突然被一把铲子插死在草地上，而唯一的目击证人是你跟你身边这群羊。没错，你没听错，这群羊决定亲自动手帮牧羊人报仇。老头 Z 真的差点被这部绵羊侦探团给笑死。快订阅我们影视观测站，不然等一下演算法可就把你当成嫌疑犯了。这部改编自畅销小说的电影刚上映，就直接在烂番茄拿到了94%的超神好评，简直是把所有人都给看傻了。目前在院线热映中，错过你真的会后悔。故事开场非常治愈，金刚狼休·杰克曼饰演的 George 是一个性格孤僻的牧羊人，他唯一的乐趣就是每天捧着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一字一句地念给他那群毛茸茸的羊群听。对他来说，这群羊不是牲口，而是他的读书会挚友。但谁能想到，这么温馨的画面一转眼就变成了凶案现场。George 被人发现惨死在草地上，胸口还插着一把铁铲。这消息一出，当地的废柴警察 Tim Derry 整个慌了手脚，他只会像只无头苍蝇一样转圈圈，居然还把怀疑的矛头指向了 George 那个无辜的女儿 Rebecca。 看着人类警察这种智商下线的荒唐操作，这群长期接受推理小说熏陶的绵羊们终于坐不住了，决定自己出来主持正义。既然要破案，那羊群里就必须得有带头的灵魂人物。这群羊的智商担当是一只叫 Lily 的母羊，它不仅是 George 的爱羊，更是听推理小说最认真的一只。而队伍里还有另一只公羊 Mopo， 这家伙虽然看起来笨重，每天只知道吃，但他却拥有惊人的照相式记忆力，看过的画面、听过的声音，甚至闻过的气味，他都能像录影机一样永久保存。这根本就是老天爷给羊群开的物理外挂吧。除了这两位主力，羊群里还有个非常抢镜的配角，就是那只浑身眉毛、特别害羞的无毛羊 Othello。这只羊因为外表特殊，平时非常敏感脆弱，但在破案过程中却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奇效。这群性格迥异的绵羊凑在一起，每天趁着人类不注意，开始用他们特殊的羊类感知，仔细搜集凶案现场周围的每一个微小气味与足迹。一场人类完全没有察觉的羊脑风暴就此在牧场拉开序幕。想象一下，如果你自己就是这群羊的一份子，每天看着人类在草地上为了遗产、谎言和秘密争吵不休，而你手里却握着能让凶手当场现行的关键铁证，但你却只能发出咩咩的叫声。那种甘蔗级的荒谬感，真的会让你一边笑一边抓狂。电影用这种极其温馨又充满童趣的调子，把一场冷酷的谋杀案包装成了一场带着草地青草香气的羊类异想冒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导演 Kyle Balda 的巧妙调度，他把整个英国乡村拍得像是一幅会动的油画。但他可不是在拍单纯的田园风光，而是把牧场变成了羊群的推理战场。随着 Rebecca 被列为嫌犯，羊群意识到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必须赶在警官把无辜的 Rebecca 抓走之前，用他们自己独特的羊眼推理找出真正的杀人凶手。这一切也为接下来的精彩调查拉开了序幕。接下来的精彩亮点绝对是本片最让人捧腹大笑的地方，也就是羊眼中的人类荒谬世界。羊群在 Lily 和 Mopo 的带领下，开始对 George 的小木屋进行地毯式搜索。在羊的逻辑里，人类的世界简直充满了不可理喻的矛盾。例如，为什么人类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对着一个会发光的黑色小盒子傻笑？为什么要把好好的绿草割掉，却去吃那些装在铁罐里、闻起来像腐肉的东西？电影在这里展现了非常惊人的黑色幽默。一边是 Tim Derry 警官拿着放大镜在小镇上搞那些毫无用处的传统侦探套路，另一边则是羊群排成一列整齐的队伍，用他们极度灵敏的嗅觉去辨识草地上残留的微弱烟味和皮鞋气味。这两种侦破方式的强烈对比，让老头子在电影院里笑出了猪叫声。这哪里是在破案，这简直是一场跨物种的智商降维打击。这群绵羊在小屋里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物证，一个精致的黄铜打火机，上面刻着一个奇怪的英文字母。就在这时，一只平时最胆小的东羔羊差点踩翻了现场的证物，吓得 Mopo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但也就是这场混乱，让 Mopo 脑海中那张照相式的记忆地图精准地记录下了打火机上折射出来的奇特光芒。这个微小的细节成为了后来解开整起阴谋的核心钥匙。在寻找打火机主人的过程中，羊群决定冒险踏出他们安全的青青草地，大摇大摆地闯进了人类的小镇。想象一下，一群毛茸茸的胖羊大步穿过街道，偷偷摸摸地趴在酒馆的玻璃窗外，伸长脖子观察里面喝酒的嫌疑人们。这画面真的太有魔性了。小镇警官和酒馆里的人类对此毫无察觉，只觉得今天外面的羊叫声特别整齐，完全不知道自己早就被这群羊侦探给盯上了。此时，如果你坐在荧幕前，你会忍不住把自己带入到 Lily 的视角中。你正盯着那个在吧台前神色慌张的嫌疑人，看见他一边擦汗，一边试图藏起手上的绿色污渍，你多想大喊一声：“就是他！”
却只能发出软绵绵的咩叫。这种用动物视角来构建悬念的手法，让整部喜剧片的张力瞬间拉满，让观众一边为羊群的机智捏一把汗，一边又被人类的迟钝逗得直不起腰来。好，让我们把镜头从羊的视角拉回来。老头 Z 觉得这部电影的妙处就在于，他并没有把羊拟人化。这些羊不会像人一样站着走路，更不会突然开口说人话。他们在小镇上搞侦查，靠的完全是他们身为动物的本能与生活习性。比如为了一口美味的蒲公英而跟踪嫌疑犯，或者为了躲避雨水而挤在窗户下听人说话。这种写实的动物行为设定，反而让整场荒诞的破案过程显得无比真实且合理。随着故事节奏逐渐加快，羊群终于锁定了嫌疑人的范围。Lily 他们发现，每当那个叫 Elliot Matthews 的记者出现在牧场周围时，羊群的警报器就会嗡嗡作响。这家伙平时热心无比，总是帮警官 Derry 写报道、出主意，看起来就像个大好人。但老头 Z 看片20年的直觉告诉我，这货绝对有鬼。这也印证了推理小说的黄金法则：最热心帮忙抓凶手的那个人，往往就是凶手本人。此时，羊群与嫌疑人之间的暗中较量已经达到了顶点。在一场惊心动魄的夜间对峙中， Lily 靠着微弱的手电筒反光，竟然发现了藏在草丛里的另一件关键线索。这一幕的镜头语言极其出色，导演用冷色调的月光与温暖的羊毛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将紧张的悬疑气氛渲染到了极致。而这一切也即将带领我们进入最关键的破案转折，揭开这场谋杀案的真正谜底。等等，老头 Z 现在这边插播一个超强烈剧透警告：如果你还没看过这部片，而且不想被剧透，请立刻点开，因为接下来电影将会用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惊天反转，把前面的所有欢乐气氛一掌拍碎，带你直奔真相。让我们先来拆解这个破案的核心线索。在 George 死去的那天， Lily 记得看见 George 的手上有绿色的污渍，但奇怪的是 George 当时正在使用的是一种亮蓝色的羊类药水，这根本对不上啊。直到警官 Derry 无意中在现场打翻了一瓶黄色的除草剂，黄色加上蓝色，这才让羊群瞬间恍然大悟。这代表 George 在死前曾与某个手上沾了黄色除草剂的人有过激烈的肢体接触，两人双手交握，这才混出了绿色。而那个手上经常摆弄黄色除草剂的人，正是那位看似好心的记者 Elliot Matthews。更关键的来了，Marple 的照相式技艺发挥了奇效，他记起 Elliot Matthews 的金黄色发根，这与他一头染成黑色的头发极不相称。原来，这位记者的真实身份是 Peter Van Buren， 也就是 George 多年前送人抚养的亲生儿子。他因为觊觎父亲最近因为专利而获得的巨大财富，这才动了杀心呢。这个反转的精妙之处在于，他把我们前面看到的所有细节都完美的串联了起来。Peter Van Buren 为了夺取这笔天降横财，精心策划了这场毒杀，并试图嫁祸给 George 的女儿。但他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自己这场看似无懈可击的完美犯罪，竟然会败在了一群他根本瞧不起的羊身上。这正是本片最精彩的地方。羊群用最纯粹的观察力，给了这个贪婪的人类最响亮的一个巴掌。好，凶手是锁定了。但羊群要怎么让愚蠢的人类警察相信这一切呢？难道要羊亲自上法庭指证吗？当然不。这群羊用了一种极其聪明的方式，他们合力把藏有 Peter 指纹的黄铜打火机一路踢到了警官 Tim Derry 的脚边，并且在小镇警官面前用蹄子在泥地上踩出了一个方向指标，硬是把大侦探 Derry 的目光引向了手上有绿色污渍的 Peter。当手上的绿色药水被当场抓包，再加上打火机的铁证， Peter 终于防线崩溃，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被铐上了警车。无辜的 Rebecca 终于洗清了冤屈。老头 Z 在看这段的时候，真的被导演的剪辑节奏给爽到了，没有拖泥带水，也没有刻意煽情，就是一场干净利落、充满荒诞快感的正义伸张。羊群站在山丘上，静静地看着警车离去，那一幕真的帅到炸裂。随着主线谜底的揭晓，这场荒诞的谜案终于完美破获。这不仅仅是一场惊奇的破案，更是一次对人性的深刻剖析。电影向我们展示了，在利益面前，人类的血缘关系竟是如此脆弱不堪，但在纯粹的信任与关爱之下，跨物种的羁绊却能产生出掀翻阴谋的巨大力量。接下来，老头 Z 将带大家跳出推理的框架，来聊聊这部片在喜剧外表下那个能直击你灵魂深处的情感核心。事实上，老头 Z 在开头就说过，这部片能拿到94%的高分，绝对不单单是因为它好笑。在那个荒谬好玩的羊群冒险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关于告别与疗愈的温馨核心。George 虽然不在了，但他每天给羊读小说的那些温慢时光，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每一只羊的记忆里。
这群羊努力去破案，并不是因为他们懂人类的法律，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与最爱的主人告别。这种情感表达极其克制，却又温暖的让人想落泪。尤其是那只平时只知道吃、记忆力却超群的 Mopo，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突然默默地望着捉着空无一人的拖车，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重播捉着念书时的低沉嗓音。电影没有安排任何煽情的眼泪，却用这种无声的陪伴与怀念，把那种失去挚友的悲伤与孤独诠释得比任何人类戏剧都还要动人。在这种细腻的情感铺陈下，这部电影展现了非常高超的治愈力量。他们用 George 交给他们的侦探思维去替 George 报仇，最后终于帮 Rebecca 洗清了罪名。这群羊对 George 的情感不再需要用语言来证明。电影里的很多细节都暗示着，这群羊并不是因为对法治有多狂热，而是单纯的因为爱与陪伴。这真的是今年看过最温柔的一部电影了。不过老实说，老头自己今天既然坐在这儿，就绝对不说假话。这部片在后半段真的让我有一点坐立难安，特别是在第65分钟到75分钟之间，羊群和警官在酒馆外面打信号的那场戏。导演为了制造笑料，把人类的迟钝给刻意放大了10倍，那个节奏拖得非常累赘。我当时在电影院里看着警官一次又一次的忽视打火机，简直急得直翻白眼，差点就想当场离席了。这一大段真的有点太过于无厘头了。不过还好，演员们惊艳的表现完全把这个缺点给补了回来。尤其是 Nicholas Braun 饰演的小镇警官 Tim Derry， 他把那种呆萌、废柴却又善良的性格演得活灵活现。而休·杰克曼虽然只出现在闪回画面和开场，但他温暖有磁性的嗓音与慈祥的目光，给了整部片最强大的灵魂支撑。更不用说那些配音演员了，他们把每一只羊的个性都刻画得栩栩如生，简直就是给予了这群羊真正的生命。在经历了所有的喧嚣与危机后，影片迎来了一个无比温馨的结局。Rebecca 接管了父亲的牧场，决定进一步扩大这群可爱的羊群，让 George 的读书会传统永远传承下去。最让我感动的一幕是 Lily 把一只刚刚出生的小东羔羊命名为 George， 用这种最纯真也最神圣的方式向他们最爱的主人致敬。看到这里，我相信任何热爱动物的观众心里都会升起一股暖流。总结来说，这部《绵羊侦探团》用荒诞幽默的外壳包裹着一个极其动人的温情感人内核。虽然中后段的节奏有一点点崩塌，但它惊艳的创意、出色的镜头语言与扣人心弦的跨物种情感，依然让它成为了今年绝对不能错过的必看神作。老头子也觉得这是一部值得你带上全家人，或者抱着你家毛孩，在周末的午后一起安安静静欣赏的疗愈凉拌。如果换作是你，在得知真相后，你会像羊群一样选择暗中设局抓凶手，还是直接咩咩叫着把证据交给警察？你觉得这部片最打动你的是喜剧还是温馨的情感？快在下方留言告诉老头。Z 影视观测站，我们下期再见。